咖啡时空给你讲个好故事。这2年来，疫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戏院关了，百老汇进入了寒冬。但是自古以来，人类就有在星光下，在黑夜中听故事的渴望。于是，很多大导演顺应潮流，把百老汇歌剧改编成音乐电影，搬上大荧幕，涌现了不少佳作。刚获得金球最佳音乐剧和最佳男主的《Tick Tick Boom》倒数时刻，就是2021年最抢眼的一部。倒数时刻改编自拉森的自传体歌剧。如果你不了解拉森，那么这部影片看来就像是《La La Land》的翻版，温馨励志，好歌连连。然而，如果你喜欢拉森，那么这部影片也许会把你带入另一个时空，开启一场波西米亚精神之旅。拉森最著名的歌剧是《Rent》，改编自普契尼的《波西米亚人》。《Rent》是一部划时代巨作，在百老汇连续上演12年，获奖无数，改写了百老汇的历史，更影响了一代代的年轻人。然而，拉森本人并没有看到这些光环，他死在了《Rent》首演的那天凌晨。他躺在公寓里冰冷的厨房地板上，因为心脏病而猝死，年仅35岁，至死都是穷困潦倒，一文不名。那一天是1996年的1月25日晚上，还没有从噩耗中清醒的剧团成员放弃了走位，用坐着演唱来向拉森道别。当演出进行到中场，当《波西米亚生活》这首歌的音乐响起，拉森的魂魄仿佛随着歌声回到了剧场。灯光洒下，演员们一个个站起来，站到桌子上，用 La Vie Boheme 向拉森致敬。追求艺术，追求自由，相信爱情，不受传统束缚的波西米亚精神是拉森毕生的信仰。时光回到100年前的1896年，在巴黎的拉丁区，塞纳河的左岸，费杰河正在蔓延。普契尼的歌剧《波西米亚人》正在上演。歌剧讲述了一群年轻艺术家的爱情和生活。潦倒的诗人 Rudolph 和病重的绣花女咪咪，他们身处贫穷而精神富有，他们追求自由而内心善良，他们的生命在这悲惨世界中依然生机勃勃。他们是左岸的波西米亚人。1996年，纽约东区，歌剧《Rent》首演结束，帷幕落下，台下一片静寂，百老汇被惊呆了。忽然有人大声喊道：“谢谢你，拉森！”这场演出完全改变了百老汇，颠覆了主流，打破了宏大叙事。歌剧不再是俊男靓女的咏叹，更不再是帝王将相的颂歌。《Rent》是波西米亚人的现代纽约版，只是把场景从巴黎左岸搬到了纽约的苏活区。纽约的波西米亚人是一群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，吸毒、同性恋、艾滋病、变装皇后和无家可归者。然而他们善良、真诚，在都市最黑暗的角落中用力生活，自由绽放。在当年的社会大背景下， Rent 的横空出世惊世骇俗，就像是一场点燃思想，带领千禧一代走向21世纪的运动。那一年，17岁的 Lin Miranda 在看了这部歌剧后彻夜难眠，她的音乐生命被激活。米兰达在2015年创作的爆红歌剧《Hamilton》延续了 Rent 的摇滚说唱风，用歌词来推动故事，融合了饶舌、嘻哈，引领了21世纪的百老汇主流。2021年，米兰达把偶像拉森的自传歌剧《倒数时刻》拍成了电影。影片用拉森的2部作品和他的真实人生来进行穿插叙事，打破4面墙和观众直接对话。影片中的拉森就是个普通的年轻人，一再面临失败，但却不愿放弃音乐理想。眼看朋友们事业有成，自己却仍然在餐馆打工，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。30岁的拉森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陷入了焦虑。他的耳边只听到时光流逝秒针的声音 ，tick tick boom。拉森把这一段生活经历编成歌，用朗朗上口的歌词写出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在每天去餐馆上班的途中，走过纽约钢筋丛林的街头，看到无数流浪汉
艾滋病人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挣扎，年轻的生命被贫穷和病痛吞噬，就连同事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基友也染上了艾滋病，生命垂危中。然而，在当时的美国，面对成千上万人的死亡，媒体、精英、政客们只会装聋作哑，无所作为，甚而高高在上，对这些性少数群体进行道德谴责，从而错失了控制疫情的良机，带来了艾滋病的人道危机。看到这一切，拉森悲从中来。在倒数时刻影片的最后，拉森抬头问苍天：唤醒一代人需要什么？是把思想禁锢，还是让它展翅高飞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所作为？在一声声痛苦的质问中，拉森写出了《Rent》。故事讲述了纽约公寓的一群穷困年轻艺术家的生活。他们没有钱付房租，梦想无法实现，朋友注定分别。爱情、自由在哪里？这个世界是如此虚伪而空洞。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妖魔化的边缘人，在不属于他们的圣诞节里唱歌，却把每一刻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刻来活着。他们是现代的波西米亚人，从吉普赛的营地到巴黎的左岸，从纽约苏活区到阳光灿烂的Santa Fe。波西米亚精神是流动的，在每一个时代的转折点，都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尝试改变生命，在挣扎中思考 Love or Fear 该如何选择。拉森用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做出了解答。歌中唱道：每一个日出日落，欢笑和争执，525600个精彩时刻，你如何衡量人生命的价值？何不以爱来衡量？在这爱的季节，生命是有限的，但真爱不灭，波西米亚精神不死。致敬 Jonathan Larson， 致敬波西米亚，致敬梦想家们。咖啡时空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喜欢请点赞并订阅，让我们在时空中再相见。